加入芒果 TV 会员，每周二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，尊享速食不熄灯等更多精彩衍生。今天刚好有一套谁是卧底的题，焦虑，出去了，出去了，做减法，走了，可以走了，正在进行时，走了，可以走了，可以走了，每个都走啊！没有这个基因，走了，种植，走了，不敢碰。没有了，我能直接投吗？游戏结束。游戏结束。下班完喽。源自于台州的一个讲法，台州，在我国江南地区，江南地区，法国的新年原来是4月1号，后来改成了4月份的鱼最鲜美。哦，海里面有一种鱼叫做银牙鱼哦。我们可以玩那个。今天刚好有一套谁是卧底的题，可以啊。好，我来当一般法官，来，一共有2个卧底。其实我也可以玩，因为我就看了第1张牌，我没有看所有牌，所以我只知道一个词。可以，可以啊，那你就用那个词吗？你先来说。焦虑，焦虑，出去了，出去了。我没进来过呀。那个在做减法，走了，可以走了，又走了，你是帮我叫好车了是不是？正在进行时，走了，可以走了，可以走了，每个都走啊！每个都走。我没有这个基因。走了。您是如果我觉得每个人都是的话，是不是就我就是了？是。如果每个人都要走的话，你得先走。但他们几个说的都不一样。因为我们不能说一样的，是，我们只是换了不同的语言表达。现在有卧底在抱团了啊！你待会儿再推理，你先听我们讲完嘛，对不对？种植，走了，我能直接投吗？哪有问题？走，你说嘛。走。你说嘛，你形容一下你这个词嘛。我觉得词就是没了， OK，没了，不敢碰，没有了，不敢碰，走了，走了，不敢碰，不敢碰。走了，不敢碰真走了。不敢碰得走了。不敢碰得走了呀。为啥呀？我觉得投小杰。我是觉得那个卧底词一定跟我们大家那个词很相像，对，所以做减法我觉得是特别容易。我只是换一个形容角度。而且因为我为什么觉得可以立马听出它什么正在进行时啊？就是正在发生啊，正在进行时啊，沈林哥的秘密不是秘密，这是全国人民。这个应该走，正在进行时不该走吗？为什么不该走？不该走？我作证不该走。仔细想想，没了。没了，没了得走，没了得走。没了，先走。好，朋友们，这样我们就不那什么了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有可能只是吓唬娜娜一下，不见得真的会投对他。我们现在来投票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好，每个人啊，好，那个就是不要跟票啊。3、2、1。好，第2轮管家先发言，你先说。我先说是吧？黑芝麻。哦，走了，可以走了，不，你真的你肯定是卧底走的。没了哪里有问题？我想请问你们一下。有问题。没有，你说的这个没什么问题，但是你怀疑的人都是我们非常相信的，所以我们就觉得你跟我们不一样。我先说好不好？好。有点不礼貌，但是我相信我的那个好朋友会知道这是一个综艺效果。鹏鹏。滴滴滴。到处都是。OK，明白。不代表是年轻人就不会。能使用那个科技手段来调整。哦，我觉得卧底有点知道猜出来了。猜到了，不管你说什么，我们说了，人家都说没错。小齐说了一样的，卧底猜到了。好，认准了。哲宁，咣啊咣。，OK，好。那行吧，投吧，好不好？来，3、2、1。
小齐最多。科技手段是可以调整的呀。是可以调整。我是觉得你猜到了，你先走掉。这样我看一圈，好，你看一下。因为我淘汰了，我走了。对，万一游戏还在，已经结束了还在玩，就很疯。走吧，游戏结束了是不是？游戏结束。游戏结束。你们是光头，不是，都不是，你们再猜。除草，秃子，一杯敬月光，毛不易，脱毛。哦，脱毛啊！所以泽林第一个说焦虑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是卧底了，因为我就知道他们一定是脱发，然后脱毛一定是卧底。当沈林哥说出正在进行时的时候，腋下管理，但是因为我第一局我不知道大家的票型是什么样子，我就指了林哥，我看大家聊天。对啊，我说现在进行时是 OK 的。我要解释一下，我不是说我们家鹏鹏脱发，我是说脱发就会要戴那个假发片。明白。然后鹏鹏不是那个拍古装戏，然后那个不是他那个发片在那个节目里面不是飞起来。怪不得娜姐一上来所有人走了。就是你说那个没了，我以为是光头。或者是什么发片接近的，就是我只能想说，我这个是激光脱毛，然后他们是那个直发，都是叮叮叮叮。走吧，我们下班完喽。走，来吧。给大家讲一下规则，这里一共有3种卡。老实人卡上面会写真正的解释，大聪明卡则需要听完所有人的解释，猜出谁在说实话。拿到瞎掰王的人，上面只会写关键词，但没有相关的解释。你知道编这个词是什么意思？生编，就是那个我们面对一张白纸去编那个故事。哦，来吧。我跟你说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你是大聪明了，大聪明啊！你先来讲瞎掰一个。我记一下，其实很简单，它上面写。这个时候需要很强的，非常强的那个。没有，很简单，他们上面写的就2行字。不要笑，现在好好说话吧。不会想笑，它4月之余，它上面写的。哦，4月之余。好烦，把人家信念感全打碎了。上面写的很简单，就是有多简单啊？在4月份的鱼最鲜美。哦。一个地方说就是4月份的鱼最鲜美，所以那个地方说4月之鱼一定要吃一吃，叫4月之鱼。没啦，就一道菜，对。没啦，就字面意思啊。对，就是字面意思。4月份吃的鱼，4月鱼最美，所以叫4月之鱼。最鲜美。你能不能等大家都讲完？你真的是，你作为一个老大聪明，你能不能不要一直在攻击别人？讲完了吗？讲完了，他就写了。下面你要猝不及防的让谁？就是你。我吗？看着我的眼睛，4月之鱼是愚人节的起源。法国的国旗，法国的新年。法国离匈牙利不远了。法国的新年原来是4月1号，后来改成了1月1号。但是他们在4月1号依然会庆祝，只是他们的礼物从肉变成了鱼。哇！还要再一遍吗？不要了。 OK。4月之鱼。不用了。你个瞎掰王！待会你看到我这上面写，你会发现我一个字都没有多。你这么快就背的一个字都不多了。不愧是我，不愧是我。杨迪来瞎掰一个。什么瞎掰？刚刚何老师那个，等一下，要不是我是老师，我都信他的了。4月之鱼是渔民的一个传统的节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海里面有一种鱼叫做银牙鱼哦，银牙鱼它是群居动物，它们在海面上的时候，如果有一片区域波光粼粼的往那个地方去的话，那个地方鱼群最多，所以跟着银牙鱼就能捕到鱼。跟4月有什么关系啊？因为银牙鱼在4月份是它最活跃的时期。它是假的，是吧？鱼牙鱼是7月。你认识银牙鱼？我认识啊。哦，银牙鱼是湖里的鱼，不是海里的鱼。别听何老师的，鱼牙鱼，鱼阿姨，鱼阿，你也认识鱼阿姨？鱼阿姨是谁啊？鱼牙鱼，哪来的鱼阿姨啊？
好，下一个谁说？来，该我了吗这位大哥，四月之鱼是源自于台州的一个讲法。台州。台州有很多渔民捕鱼为生，4月是春能不能季。跳出这个捕鱼？不是起码去法国啊这些。我卡片上是这么写的，我是告诉你，就是4月在台州的渔民捕鱼为生，春季是他们那边有一种鱼是最肥美的时候，抄我的，抄的我的吧。因此4月之鱼也象征着一年的富足，走了，都不想听了。走了，象征着一年是最富足的时刻，一种好的寓意就是这样。瞎掰王。你来，小七，好好讲话啊！终于有人给你讲实话了。在我国江南地区，耳朵都红了，肯定是说假话。在我国江南地区，江南地区，春汛来袭之时，便是鱼群繁衍之际。哇哦！在古时，既形容于鱼群繁衍的盛大，现在也形容于生机盎然的样子。哇！小时候的课文都背出来了。书面语，真会瞎掰呀！哎，其实讲的还是不错的，但4月早就是夏天了。对啊，你说对了，4月是夏天了。 4月还是春天。那你觉得它是真的喽？啊，我说我是真的，因为我说的是4月是春季。你是不是前段时间去台州吃饭了？是的。好，哲理泽林我又是老师，走了，啊，走了，好，咱们说，因为他们说的呢，又跟我刚刚一样，他们有说到我的一点，它是沿海地区把换季潮头的第一波鱼称之为4月之鱼。哪儿？沿海哪个地区？沿海地区的哪个省所有地方把潮头的第一波鱼都称为我所有地方。这种我跟你讲，像迪哥和泽林这种都是假的，为什么吗？如果是这个文本的话，它不会有你问什么，它就能给你解答什么，说的对对。不对？我没有啊，我只有银牙鱼，没别的鱼哦。我连鱼都没有，就是说台州地区捕鱼为生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是编的话，因为他们都是根据4月之鱼来编的。如果我是编的，我怎么会讲到什么愚人节就是法国？我是唯一真的，我想成就你，娜娜。我建议你用排除法，你就觉得谁最不可能，你就先翻他的牌。第一个翻小丁，信我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对吧？我继续排除，走了台。州说的台州的人是台州人。哑语，牙鱼，鱼阿姨，鱼阿姨，那就结束了游戏。你看，你走了，我走不了，你换一个吧。就让他走。走，你走。 4月的鱼。好，2选1，江南，南法。小齐，你如果骗我，你把那杯子喝掉是吗？把杯子喝掉。咬下去。不是，它这上面是个勺，让它把勺吞下去。你又骗我，你把勺子吃了。好好，我要成就你的高光，如果我把这个吃了，这么贴脸吗？太贴脸了。如果不是我，娜娜，小齐我是对的还是错的？错的，我错的，对确定了吗？对你真的这么想？对，一起揭晓吧，来，来， 3、2、1。 4月愚人节的起源，当时法国的4月1日是新年，后来改为1月1日，但法国人在4月1日这天庆祝，但送的礼物牛肉变成了鱼。不是，我们玩这游戏玩的太多了，一听到法国绝对是假的。我也看到，我也很慌，但是我一个字都没有改。他怎么能到法国呢？哇，娜姐好厉害啊！娜姐真的好厉害啊！刚才不是说让我吃勺子，我可能还在狡辩，后来怕卡着。后来只能搅拌一下。我觉得如果是你对的不是何老师，你有可能会赢。不是，但是我当时对到何老师的时候，我整个人都震惊了。我说，他这玩意儿怎么能是真的？误入主持人大赛。OK， 我们进下一个故事大会吧。故事大会，耶！何老师，你冷不冷啊？我不冷，我没脱，你脱了外套，很舒服哦你哪里我有，但是我现在觉得外面好像也不冷。温度是舒服的。嗯，不冷。这有一些那个关键词，你选择一个关键词讲故事。如果这里没有，你也可以讲自己的关键词。你要想讲的之后，你起一个标题写在这儿。最后我们一起选谁的故事讲得最好。讲几个故事啊？每个人一个，一个啊？那我想讲哪个呢？故事会是吗？
我有个故事，还是叫《出租屋惊魂记》。这个就很想听。觉得很 boring，大家就摁。哦，那我先说一个吧。我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助学老师特别酷，我觉得他是个非常有创意的人，他好好玩。他有一天，他就在那里讲课，讲到一半的时候，他突然就说，他就说，同学们，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射线吗？然后我们就很慌，然后他就开始在黑板上打了一个点，他说，从这一点出发，然后这就叫射线，然后他就这样画，就画出了黑板，画出了前门，他就走了。走了。我们就等了大概3、4分钟，后来又不知道怎么办，后来实在不行，我们就说要那个数学课代表去找一下他。然后数学课代表就跑到了那个跟着射线走。对，跟着射线走，就看到他回到了办公室，他在那里吃饼干，饿了。他就想了这个办法，一条射线把自己画到了办公室，在那边吃饼干。同学们，射线的尽头是饼干。哎呦，要理解老师，万一老师低血糖，他要立刻要吃点东西。但老师不能说直接吃饼干，不能这么说哈。因为他也可以直接说，你们稍微那什么，我去办点事儿。但他就说什么叫射线，用了一个很可爱的方式。对。我突然想起我那会儿出《菠萝菠萝蜜》专辑的时候，然后我们的那个宣传就说，哎，怎么弄点宣传的方案呢？然后就那个时候就看到有一个新闻，叫做有一个人拿一个围巾换了一个别墅。哎，用围巾换以物换物是吗？对。然后我们的宣传就说，想到了，你今天到街上去拿专辑。开始换，争取换到一个别墅。我说好的，然后我就走到了街上嘛，走到那个北京国贸那个门口，开始换，然后第一个就跟人换了一个皮带吧，还是什么的，一直换到晚上回去睡了一觉，然后又出来换，还要继续换，换到第3天的时候，已经换了一个手表了。哦，我们就觉得。一直换下去，肯定可以换别墅，但是我们撑不住了，而且也没有人在管我们，也没有造成宣传的效果。他那个我当时都震惊了，撑不下去了。但是并没有人知道我只看到一个小新闻，上面有几张照片。是的，以为你在搞行为艺术，街头搞一搞完事。哇，把我累惨了，天天在街上换啊，我在街上跟我掏裤子一样。那也干过很多荒唐，真的很多荒唐。啥？掏裤子，乞丐啊，掏裤子。我还第一次来这个地方哎，哥们儿，请坐。咱俩聊啥？咱俩能聊啥呀？能聊的节目里也聊了，不能聊的私下也都聊过了，这玩意儿是整的是。怎么办呀，欣欣？弟弟，怎么了？这会是我最喜欢的一期宿舍。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好的管家。没有，是大家很好。哇，这里太舒服了，我的天！哈哈哈，先到先得。哦，哇，这里很舒服哎，是不是？来这儿来那个灵感问答。我来啦！今天故事大会好有意思哦，但我是一个没有表达欲的人，就是我的生活可能相对简单一点、单调一点，所以我能分享的东西好多都已经分享过了，包括这个香菜的故事，我好像都在别的地方好像有讲过，我记得。那画面还是很有冲击力，这么大一盆。我们家都没什么忌口的东西，啥都吃。主要是我妈那个时候，我上学那会儿特别爱做一个核桃蒸蛋的东西，
那不是很好吃吗？会不是，小朋友不想吃那个，我就想吃点外面的包子啊什么。那个时候，小学的时候，核桃它不去那些老核桃，它不去皮，它把它弄碎以后，跟蛋弄到一起以后，蛋蒸出来是黑色的。对，我早上一摊黑色的东西给我端上来，我真的不想吃。啥呀？他说他妈妈喜欢把那个核桃捣碎了跟蛋一起蒸。哎，我小时候因为我老营养不良，路边会路过那种挑着那个，哎是羊奶吗还是牛奶？啊，挑着卖的那很新鲜的，你自己需要加热的。我妈每天早上就要去买那个，然后去蒸好给我喝，然后上面一层奶皮子，好好。我第一次在北京跟着朋友出去吃饭，我还记得印象特别深，在新街口的一个餐厅，然后呢上了第一个凉菜，白花花的，我以为是那个银耳，就是冰糖银耳，白色的，很白很白，然后我就拿了一大口就放到嘴里，咬了一大口之后。我永远都忘不了，我自己跑到那个新街口的外面，就跑出那个餐厅，跺着脚就跳着哭。芥末鸭掌，那个薄片很像银耳一样。芥末就是洗得非常白白的、干干净净的。它就是我一吃一大口，我本来也不能吃芥末，哇，真的在那跳着哭，痛死。我小时候缺钙，大夫就说吃鱼肝油补钙。啊，对，鱼肝油。然后在小时候那个鱼肝油很难吃嘛，然后我妈就说那要怎么喂给小孩，他也不爱吃。他们说你就放在牛奶里，随着牛奶一起就喂了，结果导致我到现在没有办法喝到任何牛奶味道的东西，就是喝不出来就没问题，把牛奶也毁了是吧？只要尝得出来有牛奶味道的任何东西我都不行。所以你也不爱什么甜食，什么蛋糕什么都不行，那种奶香的，尝不出牛奶味道的都可以，什么雪糕啊、蛋糕啊。就奶油你可以，但不能是那种鲜奶的味道，对。对，你会，对，就你包括你刚刚说那个奶皮，哇，我想到就已经，哇塞，可香了。我是不行的，导致去节目损失很多商务。人家说喝一口奶，说对不起，喝不下去。你喝都喝不下去是吧？没办法。我说我喝万一，这怎么弄？结下梁子了，跟牛奶。我爸爸那个时候还会做银丝卷，就是那种它里面有那个猪油跟糖，是甜口的，非常的好吃。蒸完之后早上起来，哇，太好吃了。我对银丝卷印象非常深刻，因为我以前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。我在北京第一次吃银丝卷，端上以后它很像那种奶油一样的东西。我说哇，我尝尝这个银丝卷，我真的以为是一块奶油。我拿勺这样子去蒯，叭，原来是一坨面食。我以为是一片奶油可以蒯下来的，后来我就发现那都很好吃，甜的。我记得小时候我爸爸有很多拿手菜。都好好吃。我妈是这样的，我妈妈有一个绝活，就是拌海带丝，太好吃了。我妈妈拌的海带丝。我爸妈都是那种手，我爸还好点，就一个拿手菜，那个土豆烧排骨都偶尔做一下。我妈就是，给你做一堆。但我妈那个外面买的那个都好吃啊，她很擅长去买那种凉拌菜。哎呀，她找餐厅。我们家是自己做，因为我爸、我妈、我姐、我姐夫全有拿手菜的，都会做饭，而且都是有大菜。你小的就是你卤的卤味，然后那个泡鸡爪、做泡菜，我的天，太厉害了！还有泡生姜酸菜，就是都是自家人做。然后你想要什么配料啊，什么好厉害，酸菜鱼都是自家的，泡菜也酸菜自家泡是不是？对。酸菜鱼，我们家连泡菜都泡不出来，我们家泡的泡菜全长霉菌。我妈说：“我这个手是咋的嘛？”就是人家所以四川的家里都应该自己家都有一个自家的泡菜坛子。后来我们家泡菜都是每次去我二妈家拿他们家的那个卤水，我们再放泡菜进去，过2天又长霉菌了。为啥呀？不知道。应该是夹的时候，筷子上，因为筷子必须得洗干净，就得干净。干净。如果你有油，就还有那个洗手的水，你进去也会那个。而且你外面的坛子没有密封好，因为那个坛子你要加水在外面一圈。我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小时候我们家有过一段时间做那个腐乳啊，还能做腐乳啊？那个好难做哦。我们家那个邻居家做得好，因为我们隔壁邻居就是卖咸菜卖腐乳的。我妈经常说，你去隔壁要2坨腐乳。刘婆婆，每天就敲门要2块腐乳。今天其实无意当中解锁了很多
话题也好或者怎么样，卧底也是临时我们想的玩的，临时玩的，然后瞎掰我也临时玩的，很好笑。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管家是一个非常会变通的管家。没有，是大家互相。我喜欢今天的这个宿舍的感觉。来，丁管家，丁管家。咱俩从天天到现在几年了？3年多，不止吧？ 21，我是21年底面的试，好像是。那就是22年22年嘛，3年多，今年4年了。4年了。你有觉得这个高强度的工作，就是如果在我身体不舒服的时候，我也得硬顶下去吗？你有觉得吗？有。那你哪一年开始？你从哪一年开始觉得进入到这个状态啊？应该也有2年左右，2、3年吧。因为刚开始是那种对这个行业的那种好奇，然后可能慢慢的话要说的多了。是从话开始说的多了开始的。对，就开始学怎么说，怎么不会说错，怎么像前辈们一样说得好。但我真的会有那种感觉。但你现在还会有吗？我记得你有一段时间很焦虑。非常，其实就是我们那时候认识的那会儿，那时候我会很羡慕你的状态，因为我觉得你会有那份松弛在的，而那个时候那个松弛恰好是我在那个时间点是最缺少的。明白啊，那个时候我绷到不行啊，就是我所有的神经都是紧绷的。我觉得通过我跟你上一次旅游，我能感受到，咱俩旅过2次游。哎，不对，如果说的话算3次。哦，对，就是咱俩最早一次去旅游，其实是去年年初的时候，是你的那个状态是那种很缜密，然后也要考虑到大家的周全，关键是紧绷。对，关键是紧绷。但上一次我们去旅游，哇，真的是那种感觉，就是看到另一个你的那种状态，就是感觉像看到了几年前我身上的那种状态。有没有一点？有没有一点？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说，我们相处的时候，就是我在练习这件事情。你不说我差点都忘了，咱们俩第一次出去旅游的时候，有一次干嘛来着？去吃一个盖饭，然后那个盖饭就是咱俩当时没有赶上那个位置，对，我整个人就难受到不行，我印象非常深刻。你就开始内耗，然后内耗完之后开始自责，对我说我怎么没有吃到这家盖饭？但是你知道那会儿我的状态还是松弛的，我就会觉得不就是一个盖饭嘛，就是没吃到，我们回去随便我们随便吃一下就行。对，所以包括我那个时候我在练习这件事情，但你会发现其实练习完之后对自己 OK， 对，很 OK， 很舒服。就是那个时候练习的时候，因为我就想说我什么也不看，但我跟你说，你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对话讲给迪哥和何老师听，他们会崩溃。他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旅游？绝对不行。早上起来8点吃早餐，吃完早餐9点开始爬山，爬完山之后我们12点吃中饭，下楼集合，不下楼我直接回房间觉，然后中午1个小时午休，午休完之后下午我们出去逛，逛完之后我们开始吃晚饭，吃完晚饭之后，对，我之前也是这个样子的。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我们去这个景区，中午我约了这个餐厅的1点钟的位置，然后这个餐厅过了什么20分钟就要取消排位，下午怎么样，晚上怎么样。但是去年和今年年初的时候状态就不一样，真的。我完全就是说无所谓。无所谓，就但我有刻意练习这件事情，但是就是你那个状态，我也持续了蛮久的，才跳出来，但是我不确定说，比如说未来，比如说又是到了哪个阶段，人生的哪个阶段，又开始连轴转30天啊，我上个月转的就挺狠的，但是我在这个中间的时候我就松下来了一下，包括就是在工作结束之后，我让大脑要快速的松下来一点。抽离一下啊，咱俩好久没聊这事儿了，或者说今年开年之后没聊这事儿。对，得常聊，所以我不才约你去旅游吗，兄弟？真的可以去，我们等后面忙过这阵儿吧，忙过这阵儿吧。啊，OK，Let's go。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、Mango TV 同步收看。上微博搜索我们的宿舍，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。上微博搜索我们的宿舍熟人局，实时获取节目精彩幕后花絮。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、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。